堂姐年纪轻轻便已病入膏肓，弥留之际，把一根红头绳交还于我。她气诉：我嫁入李府，皆是因为顶替了你的恩情，这就是我的报应。故而她留了封遗书，道出了真相。堂姐言，只要我将绝笔交给李金玲，她便会给我所有想求的事物，乃至她自己。语毕那一瞬，她便撒手人寰。李金玲匆忙赶回府，攥着她冰冷的手看向我。什么遗书？我把红头绳暗自收进袖，摇头。没啥事。李金玲是接获急报奔回来的，沿途快马加鞭，马鞭都抽断了，终究没能赶上。堂姐没了，她跌撞穿过屏风，脑门被竹帘狠狠砸了一下，她全没觉得痛，直挺跪到榻前，扑向堂姐无声息的身躯上，双肩微颤。察觉到她或许在哭，我连忙起身躲避。李金玲是个重颜面的人，且极厌恶我，若被我撞见她落泪的模样，日后弄不好想杀我的心都有。可我刚回头，身后就传来一阵沙哑的嗓音：停下！我僵住。李金玲不耐烦：转过身，看着我。我谨慎转身，望向烛影中眼稍微泛红的她，闻她问：方才我进屋，隐约听见宁宁同你讲什么遗书。我瞪大双眼，比她更错愕。哪来遗书？就在此时，我背过手，把堂姐交还我的红头绳偷偷塞进袖管。李金玲多疑眯紧眼，阴冷警告：你若是敢不改幼时期的劣习，再对我扯谎，当心你的皮。我脑袋摇得如拨浪鼓。确实没什么，堂姐言来不及留绝笔，请让我叮嘱姐夫好好用膳，别累坏了身子。对，还让你莫哭。李金玲赤红红的双目，凶厉一瞪：谁哭了？我抠着手无言。她一瞧我呆木木的模样就闹心，摆手：出去，出去！我如获大赦，出了屋拽着丫鬟阿蒲，小跑着离去。踱至秦淮河畔，我方松开手，风自夜的帷幕中窜出，江面上漂浮着淡淡的雾。阿蒲气喘连连，瞥了我一眼，低声道：小姐，您说谎了。我望她，竖起指头恐吓道：跟谁也不许提，懂了吗？守口如瓶的婢女，方是小姐的乖婢女，我便宠你，给你厚厚的嫁妆，否则我就将你配给家丁阿丑。怎料阿蒲压根不惧我，还无大无小的掐了一把我故作声势挺起来的鼻尖。您配便是了，阿丑也不丑。无论如何，这事我需禀告老爷夫人以及表姑爷。乍听见他前半句，我嫌弃撇嘴，阿丑竟不丑，简直便是一块压扁了的岩石。阿蒲品味真重，随后又闻他要告发，我赶忙换了副甜笑的面，挽住他胳膊晃来晃去。好姐姐，你就依了我吧。阿蒲弄不懂他是长姐般的秉性，最爱替人担忧，急切道：这对您而言是喜事啊，只需交出表姑娘的绝笔，府里人自会瞬间明了，当年扯谎的是表姑娘，小姐的冤屈就洗净了，老爷夫人就会再度宠爱您，以及李公子，您不是向来极倾慕他吗？他必定也会对您改观。我摇手压住阿蒲挡拦的手，把袖里的红头绳抛入明黄的石灯。呼，烈焰吞噬红绳，赤彤彤的光在眸前翻涌一刹。阿蒲惋惜望向我：小姐。我光晕交错的面上是阿蒲看不懂的强颜欢笑。休想的，阿蒲！纵使真相大白，一切也仅会更糟。他们并非因为我扯谎才不待见我，是因为不待见才总认定我在扯谎。我清楚道出实情的将来是何样，我经历过。前生我便由于急于渴望清白，于堂姐亡的当夜，急慌慌在她的书阁中搜出了那封绝笔，给全家人都瞧了，父母、姨妈夫妇以及李金玲。我忆起那夜，我眸中满是希冀。事实终究水落石出了呀。幼年时在燕子矶将李金玲拽上岸的人是我。李金玲负伤迷糊，谨记着一根吊着金珠的红头绳，总在她眸前荡来荡去。我方是红绳的主子，堂姐固然那时也在，仅只是被老嬷嬷护着，藏于树后。这便是实情，是堂姐扯谎，她切了我的红头绳，与李家主带着公子来找小恩人时，拨开我，自己卖了出去。扯谎的人是她，我盼望着全家人恍然大悟，我盼望着全家人悔恨，偏偏没有。未见一个人奔过来，搂着我道：青青，委屈你了。众人的面色如黑夜一般阴沉。那又何妨？父母眼梢的泪未干，为堂姐而落。故而你就迫不及待，在你堂姐失火未寒的关头，对她大肆非难。父母用一种尸白眼狼的目光凝视我。祝青青，你总会在我们寒心的时候，干出更让人心寒的事。你堂姐待你多好呀，自幼教你习字，什么好玩意儿都让给你。眼下她辞世了，你半句感恩的话语皆无，竟想着同她抢恩情。他们痛心疾首，养了你这么个畜生。姨妈夫妇叹息，反转来劝父母：罢了，孩童不懂事。我慌乱地望向一侧，李金玲冷眼旁观，后在堂姐移区旁撞上我无缘的视线。她仅道了一句：闹够了没？她任何实情皆不想过问，她唯想伴着她不幸早夭的妻最后一夜。至于我，再度沦为众矢之的。纵然往后李金玲依着堂姐绝笔上的交代
娶了我续弦，但他一生都未曾真心疼惜过我。纵使同他啖下骨肉，他训导孩童，依旧潜意识道：莫学你娘爱扯谎。前半生我在他眼中是撒谎精，后半生是白眼狼。我耗费了一生的光景，终于印证了父母期盼的并非如堂姐一般拔尖的祝青青，李金玲愿娶的也绝非当年救她的小恩人。他们唯一疼爱、唯独渴望的，唯有堂姐，仅有堂姐，外的任何人皆不作数。然而堂姐依旧抛下了他们，一句遗嘱皆未顾得上留给他们听。抬他的灵柩葬东山记，一路上冥币飘舞，茫茫如白雪。平日交好的人家皆搭了灵棚，哀嚎遍野。我嚎得最凶，差点盖过姨妈的风度，连我自己皆有些受不住，暗自拽了拽阿普的袖管，双眸红红。你替我抹的酱有几个年头了呀？辣死了！人太杂，阿普赶忙捂我的嘴。嘘，快撤吧。台底东山，僧侣着手诵经，我默默伫立。末了，伴着冥纸散尽，一声下葬。堂姐入了土，尘埃落定。这是我第2回送她，未似头一遭那般溢满怨恨。那阵子我是个蠢丫头，将家人与李金玲对我的冷落，皆归咎于堂姐身上。如今思量，眼下堂姐亡了，莫非他们便会偏护我？绝不会。我望向不远处扒着堂姐坟碑哀嚎的长辈们，思忖道，对阿蒲低声言：我先下山，若有人问，你替我周旋一二。阿蒲明白我要去干什么，尚想劝，小姐。裙摆擦过他指端，我跑远了。我欲毁掉那封遗书，趁眼下李金玲等人皆在山上，宅内没几个人，我沿游廊转东头，入园子。此处有一片兰圃，花稀稀拉拉绽放，乃堂姐常住的温书之所。我入书阁，抬眼便是3面合围的牌架，堆满了书，瞅着有些头疼。前身我是在哪本书中搜到的来着？庄子，哗啦啦翻进，非也；文选，亦非也。底下2层的书皆搜遍了未果。我愁眉苦脸，不应当啊！前世我未寻这么久呀。绝笔内有堂姐对我婚配的交代，我不愿她落入李金玲与父母手里。依照众人对堂姐事事依从的做派，必然会决意让我当李金玲的继室。另一层面，李府有权柄，哪怕单论益处，父母同姨妈夫妇也早揣着这般念想。郎中确诊堂姐寿不长那日，姨妈便暗暗向我透露过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在李金玲眼皮底下一日，便能警醒她对过往的亡妻有多珍视。这般姨妈家获享的帮衬，亦会更持久。一及前生遭逢的嘲讽、寒凉，死守于堂姐阴霾，下一辈子我便发毛。务必要寻见。我将墙角的木梯拽过来，刚攀上2阶，门畔一道清瘦的身影拢下，来者心绪莫测，出言：你在寻什么？我吓一跳，木梯一偏，眼看跌倒，李金玲2、3步迈来，拖稳了。她长得高，我踩在木梯上，也仅看看其他眉眼。她察识我无恙后，便唤我下来。一沾地，她眉宇的冷厉瞅着便更重了，披着校服，意味消减半分。我可曾有告诫过你，别动你姐姐的物件？我垂眸，是姐姐临终言我总不乖乖念书，令我来熏陶熏陶。扯谎！李金玲一副看透我的派头。你不喜看书也不是1日2日了，他怎不知你的做派？交代什么也绝不交代你这个。他住在牌架前，指节一本本迟缓拂过，完有对逝者的哀思，随后睨我一眼，全是与我的不快活。你自幼皆这般，说谎成瘾。宁宁事事包容你，竟想顶替他与我的恩情。要不是我早一步来，只怕你还得窃他的红头绳吧。我扯唇，在他眼中，我一言一行皆会被指责。他挑眉，咋样？你还不服气？我已然对他的辞藻没有任何感触了，唯想去弄到那封遗书。可猛然，我瞅着他与我厌恶的目光，脑壳内一闪，我与他的姻缘亦不完全凭我府里人拍板，但凡李金玲不松口，就绝不能成。前生实则有部分是我执迷不悟，非他不嫁，他顾着堂姐的情分，方凑合点头。孤儿绝笔纵使被他瞧见，也不碍事吧？我思量透了，探视般问李金玲：姐姐病逝了，往后你还会继娶吗？他一顿，视线繁杂，上下打量了我。他亦明悟了，无计可施。你还念着嫁我啊？祝青青，我讲你一姑娘家脸皮就不能薄点儿？你可真是……懂得了。我截断他，退身去。哪怕有10把刀架于你脖颈上，你这一生也会为了姐姐守身如玉，誓不再娶。明白了，我再也不会来了。李金玲面容有一分愣，望着我退离独属他与堂姐的一方天地，住在初春微润的庭宇中，向他头一回洒脱，挥挥手，别了，李金玲，愿你当一辈子情深意重的好官夫。我返回府，宅内亦是一片缟素，父母悲痛至极，晚膳也不吃了。我欲拽着阿蒲伴我，可他太守礼节，死活不愿就坐，从而一桌菜复是我一个人吃。从前姨妈夫妇远行跑伤，堂姐就寄宿我家，她最懂讨父母欢心。瞧着她，父母饭皆可以多8两碗，但姨妈归来时，堂姐就陪自家双亲去了。我府内的饭桌就变得一片沉重，父母唯独会对讲出的话，就是与我一日过失的训斥。
晨间起得迟，自未练几招便坐不稳，扔下笔跑出门，同丫鬟们踢毽子、翻绳子。午间偏时慢悠悠扒完饭，叽叽喳喳溜去同厨娘闲聊。瞧见单薄的小丫鬟拎不动井水，家丁抱一样寻不到郎中，就又多管闲事，去给下人们帮忙。夜里玩耍累了，就有托辞不碰女红，同教刺绣的嬷嬷斗智斗勇。末了，以嬷嬷憋屈长叹：小姐若这般，就生生世世嫁不出去了。父母摇手，他们想不透，同居一个屋檐下抚育长成。元和你一丁点儿都不似你堂姐。我亦想不通，元和必须似堂姐，我原本便不是她吗？这世间的长辈皆只中意堂姐那般端庄温雅的女子。我生生世世不会有人疼了。收碟的阿仆一怔，瞧过来，我垂手，足尖交叠，望着红木桌下自身凄清的身影。阿仆迈过来，蹲下，拉拉我的指尖。我就喜爱小姐。我注视他。阿丑、厨娘杜婶婶、小蔷薇、宅院的仆役皆爱戴小姐，只因小姐极好极好，仆人们或是误了时辰，砸了物件，小姐总替咱们揽罪。他抬手回想着，我初入宅内时，老爷书房中一个绿玉斗不知被谁碰碎了，仆人们皆称不晓得，老爷就欲整肃府规，揪出是谁，入过书房侍弄的人皆要挨板。他惊魂未定，指尖冰冷，那般粗的棍子抽在身上，痛哭流涕的疼，眼看将轮到我了，我极怕极怕。这当小姐您猛然迈出来，扯谎称是你嬉闹砸碎的，但咱们皆明晓是表姑娘，碍于主子面不敢提，老爷便抽了你。阿仆凝噎，擦着眼眶，倚着我膝头啜泣。足足2黑夜，小姐姐发着热，上得贵族堂，但您自始至终未曾怨过咱们。我瞧不得自己挂念的人哭，一哭自己亦想哭，就令他别再提了。阿仆拥住我，宛若一个长姐，哄我。小姐长得这般俏丽便罢了，心还这般纯善，活生生便是那壁上悬的菩萨。谁若是错过您呀，这一生悔恨去吧。长条桌的壁上，2幅素衣菩萨，坐下金童，玉屏托花，慈悲俯瞰。我的倒影同阿仆倚在一处，仰望。你最懂哄我欢心了。阿仆回话：小姐欢心，阿仆便欢心。晚风萦绕的瓦檐之上，星辰闪烁，飞云交汇，空寂寂的回响。可阿仆亦无法生事护着我，她是大闺女了，到了婚配的年岁，丫鬟的姻缘由主子定夺。娘决意把她配给宅内的二管事。二管事乃家生子，看着一处田庄，几片水田，灵光的脑子，算账的能手，面容是所有奴仆中最俊俏的。不少小丫鬟倾慕他，独缺阿仆。阿仆不情愿，这是我前世今生皆未弄懂的事。我极浅薄，于男儿的初次印象皆是巧脸，生得雄赳昂昂，就以为是豪杰，眉宇清爽，心底自然清爽。二管事长得俊朗，我顺理先于，他有几分中意，足配我抚阿仆。前生我未曾管这桩姻缘，认作是阿仆的良配，认作他握着我的手蒙上红巾时，那一霎落的泪势美满，咱们皆嫁给了意中人，我认定。然而我与他末了皆郁郁而终，我极自责，我早理当问问的。阿仆，你缘何要哭？我踏出母亲的厢房，顺着假山小道，于湖畔的凉亭寻见了阿仆。他着一件黄梨色的春衫，正倚在绛红护栏侧，望一个人捞堂内的浮萍。此人高身段，体格精壮，着短褂，手持一根长杆，稳稳住在边舟上，杆子一挑，就飞出一大串浮萍，四肢罗词那般精准。他便是阿丑。我夺过去，落坐阿仆身侧，他偏手，颇难为情，抹了抹微带红肿的双眼。对不住，小姐，分明是夫人的美意。我摇手，无碍了，你不中意同我讲便是了。姻缘乃大事，往后你碰见倾心的人，小姐我再替你筹嫁妆亦不迟。这回他面颊一红了，并非落泪的色泽，乃羞怯的绯红，眸光往塘水里飘了飘。我漫然望去，愣了愣，随后双眼瞪圆，转过手盯阿仆。阿丑，果然，你当真看上阿丑？老天爷，世间竟有这般的奇事！阿仆气得直拽衣襟下摆。他高高壮壮，亦不丑吗？仅是不似小姐中喜的那类男儿罢了。况且我晓得，他心底是美的。心底美，我复将远端的阿丑细细端详了一回，一斗怎么变出来的？阿仆手背捂着发烫的脸，倚在立柱侧。我同他皆是7岁那时候被卖入宅内，那会儿我尚没有福分服侍小姐，随他一块干扫洒的差事。称是扫洒，实则上有许多繁杂的琐事。年长的奴仆霸凌小役，总将差事丢给他们，干不完便挨训。阿丑时刻护着他，替他扛炭拾枯枝。他念家的时候，阿丑便跑极远，替他买故土的糖糕。有一遭嬷嬷抽他，阿丑帮他扛了，眉骨那处眼下尚有一大条疤。他畏寒，阿丑将炉火移给他，自个竟抱恙了。无钱寻郎中，烧迷糊了一整夜，唤得自眼，乃阿仆。他念着他，
他望着他，无依仗的蒲草，丑面容的巨石，他们正相恋，诧异吗？诧异。可是他们正相恋，老天爷亦管不着。我总以为前一生我爱过，见着阿普与阿丑，发觉我那压根就不叫爱，那便是由不忿、执念、屈辱交错于一块的一腔愤懑，一根红头绳将这对事物绕在一处，不死不休。但那终归非是月老的红绳能自个儿解开的，我决意解开。我去回禀母亲，莫再替阿普说媒，母亲就欲替我说媒。眼下宁宁头期已过，李府那头一律守孝一载，看好能够替你筹一载的陪嫁。除服后，你即嫁过去，亦算遂你的愿了。我道不愿。母亲颔首，你应允便好，我这就去寻李府。什么？茶杯一震，母亲缓过神，惊愕瞧过来。我凝视她，重述：娘，我不嫁姐夫，他是堂姐的夫君。隔茶杯，叹息。母亲颔首，对，金陵是不太待见，可你嫁过去当继室，与咱们府有益处，情谊亦能够婚后培养吗？你亦没个兄弟叔伯，你父亲不日便要擢至皇城为官，极仰赖李府的扶持，咱们全家在皇城需靠他家扎根呀！我偏手触了触盆中的兰花叶，是我不要他，亦不赴皇城，便住在南京守宅子。母亲深吸气，守宅子，你守一辈子的宅子不成？我淡然颔首，对呀，我望着府里的屋子，父母安心走就是了。母亲脸憋红，你不嫁人了，当老姑婆？我道这有啥嘛？大姑妈一辈子亦没有出阁呀，她打理着注释的商铺，照样供父亲考取了功名。姑妈教导过我，买卖我照看得好，再大不了我能够如南京城许多的千金一般，赴河里泛舟、采菱角、结网捕鱼。母亲重拍案，激动言：你要效你大姑妈一般离经叛道，我瞧你是数日未挨送上房揭瓦，我换你爹来教。话音才落，竹帘后就传出父亲闷闷的嗓音：莫换了，我瞧我也教不了他。父亲后头，姨妈夫妇、李金玲与堂姐的老嬷嬷亦来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6个人锁着我，3堂会审，唯缺一块金桃木，怒喝一句：罪妇祝青青，还不跪下！父亲当先发话：我审你，你堂姐弥留记是不是给过你什么物件，还托付了一份绝笔？我望向里头的老嬷嬷，她极愤恨的模样，明摆错怪我窃了她主子的物品。彼时堂姐令她退下，她不安心，我藏在窗棂后听了一耳朵。老嬷嬷言：奴在窗户后头听闻我府小姐讲什么此物赐你，随后又讲遗书务必要让诸位瞧见，奴听得明明白白。我凝视她，你断定你统统皆听清了？老嬷嬷挺直胸脯，必然，公子亦听见了有遗书，况且那日还撞见青青小姐在书阁中瞎翻。此外，小姐同公子的定情之物那条头绳，小姐向来护得好好的，亦不见了。李金玲无言，父母错愕的讲不出话。姨妈迈来，拽紧我的手，悲痛道：青青，那是你堂姐呀，你晓得姨妈有多痛惜，未曾听闻她此事的嘱咐。乖儿，你告诉姨妈，莫要再扯谎了。爹见我无言，抬起手便欲奏。狡孽畜，你说谎成瘾，眼下竟窃遗物，讲不讲？阿普赶忙冲过来，惶恐护在我的跟前。李金玲终是出言：长辈，先查明白，莫动武。顾及他的颜面，爹冷哼一声：当心我将你送教化湾内去。我尚没怎样，阿普一闻，惊悚望向我：不可去，小姐，你讲呀，讲你未曾说谎。送往教化庵，乃官宦门第千金最胆寒的一句恐吓。那地界压的皆是犯规矩的娇客，红杏出墙的贵夫人，除了私通，尚有行窃、逆女德的人。众人都言，关入待不了数日，就会神神经经，即便出来了，亦被世人所轻贱，一生一世抬不起头。阿蒲担忧我犟性子一发，后路接不顾了，就扛着威压，统统帮我坦诚了。妾！他跪地，抬起手：奴婢当夜意在，表姑娘认下自个儿扯谎，留住绝笔是为了谢罪，还小姐清白。绝笔就在表姑娘的书阁，一搜便知。屋内流淌着死寂，许久，李金玲抬眼凝视我：未有。你走后我搜了4回，每一册书，每一处角落，未有。绝无可能。此时数人内，我瞧见老嬷嬷眼中确信的暗芒，心一坠，乃他那夜他确实统统皆听清了。然而实情败露于他，未有益处。他帮衬堂姐诓了李金玲，众人不会怨堂姐，却必牵连他。前世他就被逐了出去，这一生因我未曾及早掏出绝笔，任他遂愿，抢一步顺走了。没法辩解了吧？爹绝望至极，瘫坐于太师椅，
威严的面庞上竟有几许悲凉。你缘何便变得这般毒了呢？我住在中央，环顾四周，孰忍得不被信赖的视线？唯有阿蒲依旧跪地替我磕头，不住道：“小姐未曾扯谎，为真实，为真实。”一满屋大半数的血脉羁绊，皆不及一个阿蒲。荒谬的我按捺不住笑了。我死命拽起阿蒲，他摇手欲还我清白。使不得，小姐，今夕不明了，此后一辈子皆不敢不敬了呀！他扯开，不可思议地跪至夫人跟前。主母，小姐乃您的骨血，您亲自拉扯的，她同表姑娘谁懂油水，谁能捞人？莫非您当真不清楚？母亲被他的盘问害住，事端爆发的急促然，他片刻浑噩，捂着肿痛的脑。容我思量，容我思量。勿须想，我迈过去，托起阿普，望着全家众，任凭诸位欲与我扣何等罪责，押教化安、尼姑庵、宵禁青丝是一辈子金佛，我皆不惧。我做得端，行得正，尔等瞧不到心头，苍天有眼。我悠悠锁住老嬷嬷，谁心底有鬼，谁怂。菩萨慧肘被过堂风扬起，老嬷嬷一骇，腿颤攀住案角。李金玲满腹狐疑地瞥他一眼，复看准我，眼神晦暗。撤！我牵着阿蒲，阔步跨出死寂的门槛，步入院落中。阿蒲思了思，深觉不妥，尚欲折回，睁一睁。我温润笑了笑，抚抚他撞破的脑门，柔声：“莫这般，阿蒲。”他愣了愣，猛然便顿悟了。那一宿秦淮河边，我缘何那般断然地告诫他：“休想的。”居阿蒲心底处，爹娘生来护着子嗣，哪怕干错事，亦会潜意识偏袒。以往他家中固然寒，可父母在时，亦是宠着他的。他是双亲亡了，方被鄂亲眷卖掉，故而他念那个炉草漏风的家，念娘亲哄他安眠的怀湾，念老爹扛起他赏花灯的肩头。他未料到，素于锦绣檐下，双露不沾衣的我，盼不来人间最理所应当，源自于爹娘的疼。他悲痛大哭，为我当夜气了一场的阿蒲安寝了，我却眠不安稳。梦中有修罗厉鬼，我卧于一片芦叶上，鬼欲拽我入水，阿蒲被我的梦意害醒，凑来贴着脸一叹，着得摄人。他赶忙奔去寻人，潜意识未曾朝老爷主母居的院落去，反而是找阿丑。阿丑奔得急，有劲道，轻车熟路扣响了燕子巷东侧的门，正是早先我请来替他看诊的医婆。姥姥，快，我府小姐病了！医婆老朽走不及，阿丑就背他，极快奔归来。守门的家丁一闻是小姐病了，赶忙开锁，动静震醒了仆役房内的厨娘与小丫鬟蔷薇，他们皆奔了过来。老爷主母乃次日清早方知晓的，传闻那日是大姑妈恰巧从外乡跑伤归来了，破晓入府门，见无人看门，生疑，发觉所有仆役皆守在我的院落内，拽住一个人，探清了来龙去脉。登时怒发冲冠，几大步迈入家地的厢房，将我爹从榻上拽住须发喝起来。住老啊！爹眨巴迷蒙的眸，尚没瞧清是谁，便挨了他老长姐一耳光，顿醒了。阿姐，随后我被阿蒲灌了汤，便不清什么时辰醒的，仅记得那日窗户铃难得很敞亮。数月未见的大姑妈怒火冲冲的在房外头斥我爹。老身含辛茹苦在外乡捞钱，捎归来是让你养胖我府亲儿的。你南海大事附体，普度众生呀！什么翡翠锦缎，皆分一半给那个表千金。他父亲爹娘袖口一甩，千金尔等抚育，银他们赚，存一文给青儿没。你将外人闺女护得金娇玉贵，冲自个儿亲闺女今儿捶名揍的。大姑妈怒得恨不可掀了房顶。老二，白我供你读一辈子孔孟道，供出你这般个黑白不分、远近不变的狗玩意儿！我今日便替双亲狠狠抽一抽你！窗户上倒出大姑妈抄着棍子，于庭院中赶着爹抽的虚影。娘气着拦大姑妈：“阿姐，够了，咱们认错了。老爷年岁渐长了，扛不住几棍子呀，阿姐。”于娘亲，大姑妈不便打，更多的是寒心。她丢下棍子，语重心长：“你夫君有那般粗的棍子抽你千金的时候，你千金年岁几何呀？你那阵子挡过吗？”娘呆住，爹已僵立。大姑妈摇手，棍子坠地，长叹：“想当年双亲早逝，我决意一生不嫁，接管府内买卖，供小弟念书。宗亲们见我未有子嗣，就提议亦将青儿过继于我。我是乔尔等夫妇俩当真舍不得，方倒罢了罢。为人爹娘，谁肯剜去心头肉？我便远走跑商，以为但凡赚的银够足，咱府青儿就能事事开开心心，不遭一丁痛，未了及呀！”话音未消，大姑妈竟然抽了自个一耳刮。父母害主，
坚韧的大姑妈气了。全怨我早先无视了青儿眸里的眷恋，她那般小一个，门齿磕断，呆呆的悄悄躲于拉货的牛车内，被我寻见。我装样欲揍她，视她顽劣，她竟探出双臂求我搂道：姑妈，携我走呗。爹爹抽得她当真急痛呀！刹那，两名中年人捂紧脸，抽噎气起来。大姑妈吐出一口闷气，毫无表情地瞥向夫妇两人。青儿，尔等莫养了，还与我吧。两人双双抬手。大姑妈此番未曾心软，雷厉风行，火速令阿丑备妥了马车。阿仆收拢行囊，他仔细地将我从榻上扶至背上，随姑妈走。出院落的一途中，父母紧贴着。青青，父母与李家必定探个明白。你在姑妈那头且养顺病，到时候我们来接你。我未有搭理，倚着姑妈的脖颈，最末一回瞥了一眸我的家。院落中梅瓣尽谢，绿苔爬满砖石。这方小院起初并非我居的，我素在贴着父母主屋的梅花阁内，那处极敞亮了，寒冬夕光亦是可洒满整个厢房的。娘总拿香炉将我的衣裙烘得香喷喷，爹也会品走访，教我如何陪水仙。夫妇俩皆极懂度日，讲求雅趣，亦期盼养出一个与他们神似的千金。遗憾总是事与愿违。堂姐来了后，她嫌我太烈性，总扰着她温书，父母就令我挪至西侧的这方小院落内宿。距他们有几许远，隔着大片莲花池，隆冬艳阳亦透不进来。有一遭，我现梦魇，下意识地卷着锦被去寻父母。梅花阁内尚燃着烛光，顺着窗纸，我瞧见父母同宁宁凑于一块，正在把玩一方古碑刻。三人说说笑笑，我欲唤爹娘，可猛然醒悟到，这般是一种惊扰。裹挟一身冰凉的霜露，我滞了滞，原路折回去了。中途，阿婆来寻我，揉了揉我冰冰的手，训斥言：半夜里瞎跑什么呀？回屋吧。眼下回思，我终究懂得，家的拼凑不必然是千金娘爹，亦不必然是娘子夫君，唯有伴于疼惜自个的人身侧，方叫家。李金玲心事重重的归至府，推开门，隐蔽前一大株海棠木被卷起的风吹散一地。他猛然制住，不明就里的朝左侧树下一瞥，仿若那头会候着一个人等他一般。这般错觉自宁宁病逝后，就总莫名其妙涌出来。宁宁是绝不会等他的。他们固然瞅起来夫妻和睦，可实则许多时候，与其道是夫妻，莫如说二人正假扮相敬如宾的夫妻。他们脾性极像，深知向旁人展露何等模样，能带给他们最具益处。李金玲门风森严，她于军营的锋芒又太惹眼，她渴求一个端庄的娘子，陪她一道拼成一个中规中矩的家，不遭上头猜疑的武将之门。就如她14岁际，正是由于爱逞风头，遭飞贼盯上。这飞贼早先同他爹有怨，将他塞布袋中一通狠揍，令他爹斩断一根指节来换他。若非是飞贼的船骤然逢大风，撞毁祝家，两船皆翻了。祝府的表姑娘宁宁将他自布袋内拽出来，他只怕早便溺毙了。那一日江水极寒，抓着他的手腕纤纤一把，小丫头挽青丝的红绳挂着金坠子，一下一下敲在他锁骨。往后他寻见挽着那根头绳的他讲他唤孟宁宁。娶过门后，他们私下无话聊，他就总谈及他那个烈性的小妖妹祝青青。那是一位令长辈头疼的小说谎精。头一回见他，望向他的双瞳又圆又黑，永远亮闪闪，夸他生得真俊美，似一位大统领。他就欲嫁一位大统领。李金玲脸上没波澜，心底发笑，何等叫似一位大统领，他原本便是。随后闻及他欲娶孟宁宁，他明艳双眸内的光彩顷刻便暗淡了。他悲痛问：你也为心服我吗？李金玲住在树底，掌心无意间捏碎一片花瓣，有人唤他。金玲！他扭头，花自掌心飞走，爹神色冷厉，告知他早先绑架他的飞贼落网了，将老嬷嬷押至飞贼跟前。两人说辞一对，有出入。真相大白，却早有人在扯谎，绝非是祝青青。李金玲当即欲去找祝青青，他有太多话要讲，当首要讲的即是对不住，可他尚未回身，爹就拽住他。往后再向那丫头请罪吧。皇命下达，南端复有一众流寇作乱，调你去平叛，阵仗不大，个把月便可肃清。此乃阁老栽培你，有了这番政绩，你便能够擢至京中的兵部。老首府意味深长，拍拍长子敬寿的肩。圣上防范武官，沙场终归不是常驻之所，尽早脱身才妙啊！李金玲熟知此局有多要紧，他唯有即刻筹划调遣兵将。临行，他迟疑着，嘱托父母一桩事：如我年内尚未归来，祝府那头二老替我周旋一番那些兵人，莫使他家千金过早同旁人定亲。李氏父母一怔，相视一眸，笑了。好。李金玲扬鞭出城，深信自己极快便能折返。他尚有大半辈的光阴补偿祝青青，故而他未曾在诀别前去寻祝青青一回。他该去的，只因春日确实极短，红尘亦确实无常。4年新春的时候，姑妈已然携着我赴苏州去了。苏州好耍，油水亦多。姑妈于此地倒腾水粉，传了我许多商贾间的乐理，更瞒着双亲
替我招一个温顺俊朗的江南夫婿。这人夫君同李金玲一般俊美，不相似的是，他总能惹我急开怀。他家底亦是行商的，只是他当真懒得打理。有一遭在姑妈的坊上谈买卖时撞见我，就拍板携着身家倒插于我，这极诧异。阿普许配阿丑，贤夫看上我，诧异啊！可惜春日来了，相恋的局，老天爷亦猜不透。苏州河波悠悠的荡啊荡，船铃亮堂。夫婿晓得我偏爱耍儿，就替我讨来一只蝈蝈笼，铜笼子内一只骁勇的醋汁，乃沙场中的悍将。夫君言每回斗醋汁，他皆百战百捷，我便唤他大统领。我拿一节草梗逗他耍儿，他奋力于笼子内一跃，果真威风。我眉宇化开，掀起笼门，拿紫砂罐对准，图谋扣住他。大统领，冲呀，逃出来！夫君揽着我，温润的笑。此时船一晃，姑妈迈上来，挑开船围，盈盈水光于眼帘一掠。我与夫婿齐齐抬手，姑妈面容微沉，递来一封家信。父母寄的，我原不愿看，搁在一侧。姑妈道：“还是瞥一眼吧。”摸了摸，我出着信筒，问姑妈：“府内遭难了吗？”姑妈摇手又颔首，柔声道：“乃李金玲。”只端于信筒上一将，南端的流寇出乎预料地难平。李金玲千辛万苦，鱼龙东荡平了大半数。起初一谋划，春日便能徐徐回朝，偏就在十几日前，狂灵连坠，冲塌了山崖。李金玲扎营的驻地恰临江边，他同数百将士一道被吞没了。此番未有任何人死命将他拽上岸。大统领逃不出来了。姑妈问我欲不欲折返悼念他的亡灵？我倚在夫婿怀中，思了思，终究作罢。表姐韶华之年便没了，及期了。凑巧他陪她去了，我一不赴，惹他们烦了，区区声荡在坊仓。大统领于笼子内悍勇一跃，细长触须轻抚我指节，踏着窗台跃了出去。外头是泛着金辉的苏州河。夫婿惋惜叹了一句：“唉，跑没了。”他问我不带吗？我静默伏于窗畔，摇手：“不带了。”今生我鲜少返金陵，亦未有再会金陵。